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不一样。我的 instinct 就是告诉我这些事情该做，这些事情不该做，做官不该做，这是我的 instinct。然后看不惯的事情不参与，对的事情就像老狗一样咬了不放，能够带给多少价值，我不再计算。1988年的11月，我出师 Lester Thurow， 在那个时候，正好有人介绍给我说MIT 有个教授叫 Lester Thurow， 经济学的教授，他很有可能未来得到诺贝尔奖啊，说要到台湾来访问。那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个1988年的11月。他经过别的人的安排，到大陆去访问赵紫阳。他跟赵紫阳就谈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他说，世界有3个板块，一个是北美这个板块，一个是欧盟，一个是亚洲的板块。那 Lester Thurow 他有一个远见，他说第4个板块叫 China-based economy。那我当时提出异议，我说不是 China-based， 是 Chinese-based。那时候他也觉得我这个人也蛮有兴趣。我们2个有时候晚上不睡觉，喝酒啊，聊天啊，就是谈的真的非常有深度。后来的结论就是说，应该是亚太的一个经济整合的一个趋势。我们就以这个变成目标那个 China-based、Chinese-based 这个就不谈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就讲这个，我们这样空谈没有什么意思。那用英文讲 ，Let's do something about it。那就是时代基因的这个概念。那时候台湾在国际间臭名是什么？仿冒者的天堂。那个臭名对台湾的伤害多大？那时候台湾所有的，包括现在很有名的产业，在那个时候都有仿冒的嫌疑。那慢慢大家观念改变，那我也说服 MIT 不要对他们一家一家追溯。所以那段时候对我来说的 impact 非常大。所以我们要跟世界接轨。因为台湾那个时代是用廉价劳工、廉价勤奋的劳工来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。那时候才发现台湾的厂商都是用日本的过气的技术，日本的旧机器设备。那时候我有感受就是说，为什么台湾不能够直接的跟美国的第一流的大学？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渊源啊。只是一个想法而已，台湾必然要改变。偶然 Lester Thurow 出现了。当时Lester Thurow当然开了一个数字，就跟 MIT 建立长期关系，最好有个 endowment， 对，这 endowment 是1000万美金放在 MIT。100年以后
MIT 跟台湾还有关系。在 business model 上面，你今天要弄一个长长久久的计划，是 endowment， 不是 grant。grant 你给他以后用完就没有了。endowment 是本金不动，孳息才拿来动，所以$1000万的孳息不多啊，但是原则很重要。我第一个目标是找 MIT 的校友，结果后来发现台湾的产业大部分都是挣扎出来的，没有 MIT 的校友。那个时候，台湾有一家企业能够捐$1000万，不可能的，所以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但是我们用创意的想法，把它分成20家，一家$50万，只有1个人是 MIT 校友，张忠谋，其他19个全部不是 MIT 校友，但是他全部认同我们时代精英的想法，要跟 MIT 接轨，叫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，MOT。那时候我们做第一个就是时代基金跟他合办的 seminar 在台湾，本来我们只限于200个人参加，就来了300个人，说连夜登记了300个人。MIT 送给我们的 ，MIT 谢谢我们成立时代基金会，一个感谢的1996年。就林百里那时候已经参加 YPO， 那他给我看，我看到一点都不懂，他自己装配的一个 notebook computer 笔记型电脑，那隔行如隔山啊，我看他那种 wiring 什么这个接那个，我真的看不懂。但我看懂一点，他有 entrepreneurship， 他有创意，那我就说你一定要跟我到 MIT。他开口说MIT 的科技是天鹅肉，我是癞蛤蟆吃不到，因为你想林百里很谦虚，他也没有什么学历的，那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创业家。MIT 想把他当宝贝一样，这就叫干柴烈火。MIT 有很高深的这个知识，但是只不过是干柴。那林百里有很强烈的这种创意，还有这个创业的精神，还有他有毅力。郑世华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他创业从无到有他也是个老狗，咬到骨头不放的。他从 Power System 一直进入，再到这个 Green Technology。但是我们在理念上面，对于台湾的产业要跟 MIT 做一个密切的这个结合，做一个 institution to institution 的这个 alignment， 都认同的。所以人生不过如此嘛，是吧？大家认同一个共同理念，在一起打拼就够了。那比较重要的创业的空间，就是真正创业是在楼上，这个是初步的。亚洲是嘛，绿藤啊，这些都是曾经从来过这边又出去的，我不能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 perfect， 或者是年轻人在我们这边受到影响了以后就一定会成功。所以我就开发一个叫 80-20% rule， 科技重要，缺科技不可，但它占一个成功的营运模式最多只有20%。Uber 没有 Internet 绝对做不成功，但真正成功的因素不是靠 Internet。真成功就是他对市场的了解，中产阶级他想多赚点钱，所以那个创办人他真正了解是市场的需求，还有闲置的人力、闲置的车辆摆在那边。那动脑筋的人就说，我把变成一个 business model，Internet 是 20%，80% 是设计 Uber 的那个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鼓励年轻的一代极尽他的能力去做创意的思考。然后，创意最重要的是 business model 的创意，而不是科技的。现在问题就是研究 business model， 我希望台湾年轻人，特别是创业的人，了解全世界人民的需求。
不单单是台湾的市场的需求，台湾市场需求做不大的，你要走出去看，自己就要心胸打开。